这是一台在周杰伦 MV 里出现过的相机，也是我18岁的时候梦寐以求的相机。这是第一台登上月球的相机，它拍过众多的名场面。而正当我30岁的时候想买来当自己生日礼物时，周杰伦出了个 MV， 说好不哭。MV 里女主给男主的相机就是这台哈苏。那结果就是这台503涨到了历史的最高价，我又买不起了。这2年这台相机的价格终于是回落了，但是关注胶片价格的人一定都懂这2年胶片的价格经历了什么。所以正当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就跟哈苏无缘的时候，哈苏的人找到了我。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在他身后的这台1亿像素的中画幅数码后背，它也是哈苏历史上最轻的中画幅相机。兴奋之余，我也在忧虑要怎么跟大家介绍这台相机。这么贵，它值得吗？1亿像素有什么用呢？不能拍视频的相机，我会喜欢吗？而在这次雪国的旅途中，我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Love on a shelf, only thinks about himself, and that's a cold-hearted man, that's a cold-hearted man, that's a cold-hearted man.同样的1亿像素，同样的哈苏自然色彩科学，这台机器和前一段时间大火的 X2D 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的外形。这几年胶片式相机的外形又重新火了起来，流行是个圈嘛。那我喜欢拿它拍照的第一大因素就是因为它好看，而且它是一个爱人神器吧。大家会问你这是什么相机，很酷。这个英文怎么念 Hasselblad。 I think that's close enough. Hasselblad。我前2天有一次就是这样在山顶得救的。我没车了啊，我们只能走回去。多久？40分钟。你说不出大片，星空旅行让我走这么远，虽然我愿意啊。Very nice. Nice camera, right? Yes. It's brand new, actually. Beautiful. Where are you from? New Zealand? Australia. How about you? I'm from China. Oh no, but there's not enough lights. Yeah, brought me some light. Oh, where are you staying? Down here? No, not here. Probably come with us. Oh, really? That sounds It's good. leaving at. Hold on. Oh, Can you read that? I think we're in the same Oh, hotel. great. Yeah. Oh, we're in the same hotel. Cool. Okay, let's go. 哇哦， Oh my 太 god.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说还要感谢哈苏，因为这是社交神器，我往那儿一摆，他就过来说 nice camera， 我们才开始聊起来，要不然我们今天回不去家。我们得救了 ，Thank you Amber。Nice meeting you. Bye bye Amber. Thank you. 拜拜。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台相机的正面，其实沿用了哈苏一款70年前胶片机的设计，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复古。那这个边框是银色的镀铬设计，但是摸上去，你看现在这么冷的天，我摸上去感觉一点都不冰冷。机身的外面用一层黑色的皮革包裹着。那我喜欢拿它拍照的第一大因素就是因为它好看。你这是馋他的身子，你瞎。除了好看以外，这块可以上翻的屏幕其实也是可以激发我很多的创造欲的。它虽然没有 X2D 的那块屏那么大，那么的清晰，我做了对比，但是其实，在相机的屏幕里面已经算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它可以上翻90度。摇屏取景的这个动作也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一个拍摄方式吧。Oh wow. This is cool camera. 只不过就是拍久了，按摩可能是另一笔费用。其实影响一台相机画质的因素有很多啊，那我会从以下3个点给大家介绍这款全新的哈苏。那第一点呢就是色彩，第2点呢是它的宽容度，那最后呢我会讲一下1亿像素到底有什么用。首先它的白平衡，我必须要夸，白平衡是我用过所有相机里边最准，它是完全为了还原人眼所看到的世界，设定一套这个哈苏的自然色彩科学，所以这个逻辑其实也是有一种扫地僧的感觉吧，以不变应万变。像这种光比特别大的场景啊，那即便是你用哈苏的话，原图看起来外面也肯定是过曝了，但其实因为它的色深和宽容度，我们在后期只要拉一拉都能拉回来。那关于修图呢，我其实推荐大家用这个，无论是 App 版的还是电脑版的这个 Focus， 就是哈苏自己的修图软件。首先逻辑特别的简单，比如像高光过曝，直接在这个高光修复里边往下拉一点就可以了。你好。
为了不浪费这1亿像素，满足大家数毛的需求，我们特地在长野徒步去拍了泡温泉的猴子。我们现在在地狱谷的野猪院准备也好远，烦死了！拿着哈苏给猴拍肖像照。不过这次我们只有55和90两颗镜头，那中画幅的90等效只有70毫米，所以本来以为这个焦段拍动物会不够，但后面把图导到电脑里一放大，才发现我忽略了手握着1亿像素，后期重新构图究竟有多大的余地。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像素没有那么感兴趣，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看照片，对吧？普通的相机2000多万足够了。但如果你到了我现在这个地方，你肯定也会和我一样，恨不得把这里的每根树枝儿、每一片雪花都深深地刻在脑子里。而1亿像素它能给你留下最细节的回忆。所以说，如果我局限在想让大家看到更清晰的照片上，那我觉得1亿像素确实有点多余。但是如果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是留给你自己的回忆，在无论多老了以后，你都可以放大好几倍去回顾，那我觉得这就是1亿像素的意义，它就是一个记忆保存器。我不认识他们，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希望这张照片可以在几十年以后被他们重新翻起，聊聊他们这一家人2024年初的这次旅行。Yep, I'm photographer from China. Oh, yeah, I'm just traveling for our honeymoon. Oh, yeah. Thank you. Husband and I, 20 years married, same as Oh, these. so that's why you got And we're 20 years married. We don't talk much. 那这里我要提一下它的易用性，这一路我拍的照片都可以通过哈苏 Focus 这个 app 实时的传到手机上。 Anyone use AirDrop. iPhone? Yeah. Oh, AirDrop. You can airdrop. There you go. 哦 It's very old. 哦，太好了，耶！ Thank you. 哇，so cute。除了用这个 app 可以迅速的传照片以外它的其他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你如果有一定基础，你不看说明书，我觉得你用个5分钟大概就能明白它到底怎么用。当然，如果用 app 传输的话，传一个 JPEG 马上发朋友圈是没问题的。但是大量的肉文件呢，最好还是插一根线接电脑，这样会更快一些。当然 C 口的手机也可以。这个侧面的 C 口我当时找了特别的久，它特别的隐蔽。当然这样隐蔽的设计也有益于它的整体美观。虽然带了2块电池出来，但是另一块没有充进去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没关系，这么好的景，你接一个充电宝也可以。在这里必须要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用插卡也 OK。我这一趟完全没有插卡，因为它自带1TB 的内存。另外要说的就是扩展性。其实这一路上我都在用这个手柄一直都装着它，一个是握起来更加的舒服，然后抓得很稳，拍照的时候也符合我们平时用相机的一些习惯吧。而且它这里有前后的波轮、快门、4个按钮、回看等等等等，还有选择焦点的螺纹按钮，比用手再去点那个屏幕调参数会快很多。而且我还买了一个闪光灯在室内或者晚上欠光的时候会非常的好用。哈苏 V 系列相机的设计和我们平时常见的相机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用的普通相机只有2个模块嘛，就是相机和镜头，对吧？你装上就可以拍了。但是哈苏不一样，哈苏有3个模块，分别是镜头、机身和后背。对，你看这中间薄薄的一片叫机身。但是你只有机身和镜头是拍不了照片的，因为它没有传感器，只有调节参数的按钮和快门。而这块后背才是有着1亿像素中画幅传感器的。所以机身决定了你如何取景，用什么卡口的镜头，而后背则决定了你想拍胶片还是数码。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几十年了，哈苏的这套系统一直在被沿用。这也就意味着我现在可以把全新的1亿像素的数码后背安装在几十年前的腰屏取景的机身上，瞬间这台老相机就会变成一台数码相机。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光学取景器看到那个美丽的世界，而且随便按快门，再也不用担心胶片的价格。当然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被周杰伦一个 MV 炒火了的哈苏503，但我其实是没有503的，所以玩了一圈，我们准备从东京待2天，然后就回国的时候，Links 带我去挑了一晚上。现在正在新宿的街头，来找人了。不好意思，知道了，不好意思。陆哥好，见面了。你见了女性在我这儿 ，POKE 在我这儿，怎么不都有。得中文对狙？无 SD 卡。没关系，
道刚才给我等多久吗？我等了1辈子啊！在这里，我强烈的建议 Pocky 的下一代请参考哈苏，做一个内置 1TB 的版本。已经两眼发光了。这不知道是第5家还是第6家了，我已经记不清了。第6个店了。先把镜头买。终于买了个镜头。这超级好，羡慕了。多少钱？沉默了。那第2天我们自己又逛了2个店，终于是找到了心仪的机身。那不知道米老师是不是受周杰伦 MV 的影响啊，决定把这个机身送给我。于是。于是我马上把这台全新的数码后背装到了这台老相机上。很多人都在讲哈苏现在除了情怀还剩下什么？我觉得这台相机的出现可能就在告诉我们，它正在努力地架起数码和胶片现在的桥梁，连接过去和未来，也让我有机会跨越时间去圆一个18岁少年。那18岁的我可能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能跟哈苏合作，然后有一天可能真的能拥有哈苏。当然最后还是要提一下它的缺点。首先暗光环境下相机的能力会大打折扣，55和90两颗镜头已经算中画幅中的大光圈镜头了，但即便是全开，在稍微暗点的情况下还是要强行的拉 ISO， 照片才不会虚掉。另外和 XRD 比，它没有机身防抖，所以用它的人可能要随身背上脚架了。另外就是它的快门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在一家咖啡厅看到了掌柜的放了瓜子在外面，于是总是有小鸟飞来，但是对，这叫连拍，半秒一张。最新的那个 A93，它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它可以一直拍，它可以每秒钟120张照片。很少有老法师会拿它拍鸟，这没有。但维克多·哈苏当年走上摄影这条路，就是因为他喜欢拍鸟。另外，因为镜间快门的缘故啊，最快的快门速度只有0/2000秒。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它对于一般用户更适合用来拍摄静态的题材，比如说人像、自然风光和城市景观。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很喜欢它。这次的旅行只有我俩和这台哈苏，还有一个脚架。慢慢的拍，却得到了一些人生照片。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是活那几个瞬间。好。OK， 快门比较慢啊。截吧。这块一会儿把它截成，因为90不太够嘛，截成这样。没事没事。再往后退半步。你靠着或者趴过去都可以。好，4秒1张。移像素很大，大到一张照片有200多兆，但它留住的那一个瞬间，可以小到我们这辈子无论倾其所有，再怎么追也追不到了。我操，我怎么过去？谢谢大家努力的我操，你碰了一下。我去哪里？3、2、1。10、9、8、7、6、5、4、3、2、1。那如果这些瞬间能够保留的足够完整，我觉得再多的细节和色彩也不会让我们觉得多余。